刚聊到我们的这个鼻头的部分，很多人又会特别在意山根，因为东方的女生有非常多人就是觉得山根不够高。那山根呢，我们的整个鼻子啊跟鼻头，我们先讲整个鼻子的长度，我们都知道1:1:1嘛，那鼻子跟鼻头的比例啊，大约鼻头的高度如果是2，山根大概是3，2:3。也就是你看到网络上有一些什么1:0.67这个比例，好，强制产品对位，剂量精准触媒，没效的才是最贵。想做要找专业。但坦白说，山根这个比例在现在已经完全不符合了。什么意思？首先，很多人在以前呢会说，我们山根的最低点大概是我们睫毛啊，眼睛睫毛水平线。可是现在很多女生，特别是很多年轻的女生都喜欢鼻梁更高一点，所以就已经不太符合这个现在的审美。再加上现在有一个 Y 字线的概念啊 ，Y 字线我们等一下再跟大家聊。好，你如果要混血感，我们希望你的山根到我们的眉弓有一个漂亮的 Y 字线。好，那所以这个最低点的这个概念呢有点不一样。那再来就是很多人以前会认为说，我们的山根呢，我们应该这个多高多高。坦白说，现在的很多女生大家都有自己的审美观。所以你山根要多高，很重要一件事就是要跟医师讨论啊，因为这个比例，特别在山根鼻梁，已经不是一个有共识的一个概念了。好，那讲了这么多呢，我们讲了美学，我们就来讲啊。好，那我们到底鼻子要怎么用？医师你怎么做？刚刚听你讲说打玻尿酸打这些填充有点风险，你聊到说鼻子可以用线雕，可是我有看网络上说鼻子用线雕做鼻雕其实是不好的，有很多做隆鼻的医师呢是反对的。好，各位。我也是外科医师，我隆鼻也做非常多。当然，我现在最主要我都是在做手术拉皮。但是我们过去这10几年的鼻子的经验会发现一件事：如果你今天鼻子用线雕，会不会有问题？好，首先比较容易会有问题的是鼻头。如果鼻头你用一般的线雕顶在鼻头，好，的确是有可能线啊顶在鼻头久了啊，可能会有一些线顶出来啊，或者是一些这个鼻头后来影响它开刀啊，有些医师会发现说这样容易纤维化。好，但是鼻梁跟山根比较不会。好，而且发现一件事情，如果你今天呢单纯做这个鼻子的线雕，对它做出来是好看漂亮的，但首先你用的线要非常多，很花钱，然后这个线呢它是会吸收的。一般呢这种用来做鼻子的线雕的线，它一般在1年内会吸收。所以其实 CP 值不是那么划算啊。那如果你又担心说，那你这样线一直用，听手术医师说线用久了，等一下造成里面纤维化，有一天我要手术会影响到这个手术的这个操作，有一个非常好的方法就是我们诊所现在做这个 Q 比。好，什么叫 Q 比 ？Q 比它的概念呢，就是线是我们的钢筋，脂肪是水泥。好，那分别有什么好处？线呢，钢筋用架上去，它可以塑那个形状。这个脂肪呢，在当水泥，它有什么好处？脂肪只要存活了，它可以维持时间很久。好，那有些人就会回答说，那我为什么不直接用脂肪就好？因为脂肪它是软的啦，如果你直接拿来做鼻子，那个脂肪软的鼻子就很容易扩散变阿凡达，不好看。好，就像你用一个水泥去灌，单纯水泥有办法盖摩天大楼啊，盖不起来，水泥会垮的，一定要钢筋加水泥才盖出挺立的大楼。就是这个概念非常简单。讲出来，我有一个问题啊。我看到也有人说用线加上玻尿酸，用线加玻尿酸，我觉得就不是那么好的组合。首先，玻尿酸也是1年才会吸收它的 CP 值就没那么高。你线加玻尿酸花这个钱1年吸收，跟你线加上脂肪，两个比起来，脂肪只要存活可以维持好几年 ，CP 值就差很多了。再来，你用玻尿酸加线的时候，你玻尿酸还是有那个风险打到血管里面。可是我们用脂肪，我们在填脂肪的时候用的钝针一定呢都是比较安全的那种粗的钝针。为什么？因为脂肪的颗粒很大，所以它不像玻尿酸用那个细的针也可以打。那你用这种粗的钝针打，它就是确保你的安全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用这 Q 比它可以做出来的效果。我们来看到，比如说像这个小女生，好，她的鼻头本身呢，鼻头鼻梁不错，但是她就觉得她山根少了一点。好，你看我们就可以用线加上脂肪，用 Q 比，它做出来就是觉得它觉得够挺，而且够自然，然后呢是细挺漂亮的感觉。好，我们再看，好像这个男生他就觉得说他整个鼻子看起来比较粗犷一点，他希望比较秀气。你看我们用线加脂肪，把他的这个光影、这个零线、这个 topography 做出来，你就会发现哇，做出来就是细挺好看的鼻型。好，我们再看刚刚看的例子好像都是针对山根。那如果它整个鼻子都是属于稍微比较没那么高的，我们用这种方式就可以做出很细挺、很混血的感觉。好，那它还可以造成一个什么感觉？你看这个鼻梁，它本来呢是比较宽的，我们用线加上脂肪跟 Q 比就可以有把这个
鼻子有紧缩的感觉，有细挺的感觉。我们来看这个案例，好，你可以看到他做完之后，你看他鼻子本来宽宽的，比较扁扁的，做出来是不是就很有这种混血感，很天然美的感觉，细挺的感觉，而且又持久。好，那它除了可以用在三根鼻梁，我们在做的时候，因为线本身有收缩的这个功能，所以它可以让鼻头有一定缩小的感觉。那有一些人呢，这个鼻头不是真的大，他就是因为他鼻梁整个衔接感不够，我们把鼻梁跟三根做起来，它就会有秀气的感觉。好，那再像有一些人呢，他可能之前呢，他打过玻尿酸，整个三根呢宽宽的啊，你看这就是标准的，他之前打完玻尿酸扩散。那我们用 Q 鼻呢，就可以帮他把整个鼻梁做得很细挺。你看两个，他是不是就是从这个潘朵拉星回到地球来了？是不是就差很多？因为这是朋友，可以这样子讲。我们大家不要说张医师嘴巴很毒，因为是朋友啊，所以可以这样子说。好，那除了这个之外呢，像有一些人呢，他的鼻子比较朝天啊。那这里当然要先说一件事啊，就是说沿这种朝天鼻，如果你要有非常剧烈明显的改变，坦白说手术还是首选。手术为什么是首选呢？因为我们在做手术的时候，我们可以借由架软骨，那可以去改变你这个鼻头软骨的形状，可以把这个鼻头过多的一些组织，鼻肉太多的可以去掉变薄，然后可以把它弄得很坚挺。如果你想要非常剧烈的改变，我还是建议手术。但你说我不想手术，我可不可以用 Q 鼻做一定程度的改变？还是可以的，还是可以的。好，那像是有一些这个他觉得他的鼻头可能比较朝天，好，我们就可以借我刚刚说这个 tripod 的这个理论，就可以把他鼻头拉下来一点，好，让他的这个朝天的这个鼻子看起来就会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改善。而且我们还有一个秘密武器，一般的在做线雕鼻子的时候，他用的线都是那种直直一根的鼻子。我们有一个特殊的技巧，可以把线做成类似一个球状的构造，我们叫做翘鼻球，然后再用一个方法把那个翘鼻球把它掉进去我们的鼻头里面，从那个小伤口、小针孔掉进去，那它就可以把你的这个鼻头啊，把这个厚厚的鼻头再把它撑起来一点，好，它维持时间很久。我们在这个地方用一个球形的一个构造，把它放在我们下翼软骨的上面，就可以让它撑起一个构造。很多人会说，张医生，那这样会不会很危险？放心。因为这个线呢，它是跑不进血管里面的，所以它不会造成栓塞坏死，很安全。它对于一些改善，让我们的这个鼻头缩小、鼻梁变细挺的感觉，就会有明显的效果。好，我们看到这很多的案例。我们前面讲在注射鼻头，我们在搭配在做 Q 鼻的时候，我们再把这个鼻小柱再把它用起来，整个对鼻子的塑形效果就非常的好，对整个这个鼻梁、鼻头的效果就非常好。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呢，从一开始的结构到美学。到最后，我们跟大家介绍，除了大家印象中打玻尿酸、打晶亮子这些东西之外，有没有更持久、更强效、更长效，然后可以更漂亮、重点更安全的方法？有 Q 鼻非常好的一个方法，脂肪加线。张医师，脂肪听起来好恐怖，不要抽自己脂肪，放心。我们做这个 Q 鼻已经做了上千例了哈，我们其实在肚脐用个小针孔，这个针孔连缝都不用缝，我们这个脂肪用出来只要1分钟，真的还假的？是不是夸大？真的只要1分钟，用一个这个小的管子，好，然后我们打完麻药以后，从头到尾，你想想看，我们做鼻子，你去打玻尿酸，去打晶亮子，你一般也就打1cc 而已，打1支而已。我脂肪要多少？我脂肪也就1cc多而已啊。好，所以整个抽的过程1分钟就搞定了，在你还来不及感觉到不舒服，它就抽完了，然后再来用鼻子。那它的这个效果做出来又是自然的，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，我非常喜欢用。对于一些客人，他想要更明显的改变，或者是他想要一劳永逸的方式，我们会选择用手术帮他处理。那对于一些想要用微创微整形的方式，我觉得 Q 鼻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。好，大家如果看我们今天的节目觉得对你有帮助，欢迎把这个节目转发给你的朋友。如果你个人有什么相关的问题，也可以私讯给我们。好，那不管你做什么疗程，我觉得你一定要了解这个疗程，了解这个构造，清楚这个美学，才可以把它选择到你要做的东西。因为没效才是最贵，想做要找专业哦。拜拜。
们今天的影片之后呢，对你是不是很有收获？你要不要确认一下今天这个影片你到底吸收了多少？赶快来做以下这些题目哦。